大爷，修好了，收您10块。谢谢小魏啊，你比你老子的手艺强太多了，不愧是大学生啊！您客气。我操，良心主播就收10块，好生一生平安。欢迎宿主归来。我叫魏修，半年前因为一场意外，穿越进这个平行世界。穿越后的我获得了一种名为万物维修的系统。这怎么回事？我不是……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万物维修系统。凭借系统，我可以维修一切机械造物，并且每次维修都会根据物品价值获得对应经验，而经验值可以在系统商城转化为购买一切高科技产物的维修点。换句话说，维修点于我而言等同于货币。修理电热水壶获得经验46，当前经验值266.3万。不到300万，经验值的积累还是太慢了。霹雳飞驰，镇上有这种好车呀？听声定位，装逼过头了吧？这种地方能有宾利，我直播吃饱吧。那个 ID 性感母蟑螂，我记住你了。可可，我们到了。你就是号称什么都能修的魏修，牛逼吹这么大，也不怕闪了舌头。可可，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相信网上这些死骗子。你看他这么破点地方，像是能修得了车的地方吗？你好，魏先生，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秦一科，很高兴见到你。哼，是我。你是要修车是吗？臭屌丝，敢无视我！是的，我这车呢开起来老是抖，4S 店查不出结果，所以想在你这儿碰碰运气。那个能修吗？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这车价值200多万，把你这破店卖了都赔不起。修不好吗？我就知道一个乡下的穷屌丝为了流量就各种装逼。你不得不说，你运气很好。什么意思？你能修？我的意思是，你再来晚点，我就下班了。小子，装逼也要有限度，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当老子好糊弄，还几分钟的事儿。你要是能修好，老子直播吃屎。哼，希望你说到做到。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系统打开商城，商城打开，当前可用维修点255.3万。搞定了，试试。真的修好了，你好厉害！哇，又帅又高冷，还乐于助人的小哥哥，爱了爱了！不可能，怎么可能？你这里面屁都没有，你凭什么能修好？刚好就这一个，怎么，你咬我呀？对了，你什么时候开播呀？我一定去捧场。你够了，江北辰，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多少钱呀，小哥哥？你给个15万。15万吗？刷卡。那个不是15万，15块。啊，你这样做买卖不亏欠吗？哎，小哥哥，加个微，我转给你呗。OK。对了，你开车的时候注意，先热车，等润滑到位，再一点点加速，要适当刹车，控制车速，等车子抖动，再加速5档。好的，学会了。一路顺风。小子，早晚有一天要好好教训你。恭喜宿主成功修理宾利飞驰，原车价值245万，获得经验值245万。我操，还真可以啊！那我要是去修一辆劳斯莱斯，岂不是可以手搓大牢？目前500多万维修点，算来还是别想手搓大牢了，要不扩展一下业务，或许开个汽修店也不错。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主播可以修坦克吗？坦克300还是500？我记得最贵的坦克700，也就40多万吧，小意思。当然可以。确定？当然，
有手就行，找时间开过来吧，地址就在我主页。王总，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我找到能修你卖给我的那个坦克的人了。王总，我知道你对我卖的那台老式坦克不满意，但毕竟国家有规定，我也没办法。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病急乱投医。我关注这个主播很久了，他可是号称万物皆可修。不管怎么，我得让他试试。那就祝王总一切顺利了。部队还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了。张部长，那坦克……我知道，别担心，那都是上世纪的产物，早就报废了，修好根本不可能。主播，我马上到了。还挺快的，这就是你要修的坦克啊？魏哥，久仰大名。哎呦，这不，我把车开过来了。哎，停，别的咱先不提，你管这堆破烂叫车？见笑了，买来就是这样。怎么来的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车呀？你的车还有负重轮，这他妈不是坦克吗？对啊，就是坦克呀，我问了你的呀，你说能修。乐死我了！能修吗，哥？仅40万，不划算呢。哎，抱歉，这车我修。限时任务开启，修复59坦克，完成后获得10倍维修点加成。10倍，那就是400万。得了，当然修得了。我这个人平时没事干的时候，最喜欢修坦克了。主播已经疯了，这坦克的年龄目测比主播他爹都大。那个哥，我也不是为难你，这车是拿来展览的，有个外观就行了。我说可以修好，那就一定能修好，但得3天时间。3天3年你也修不好。你能修好，我倒立吃屎。管理麻烦记一下饿了的水友 ID。对了，最近几天不播了，等坦克修好，我挨个请各位上麦，记得自带口粮啊。59-1中型坦克完整度11%，是否开始解析？解析吧。收到，修复开始。欢迎各位老 baby 们进入直播间，有免费的礼物送一下，粉丝灯牌续一续，一会儿主播带你们看个好东西。以为你跑路了呢？不就直播吃吗？就当改善食谱了。女孩哥在吗？敞亮，你的坦克修好了，先在直播间看，有问题随时告诉我。真的假的？3天啊，我画辆坦克都费劲。喂，主播别搞，我不想吃啊！各位，我们一起见证。我操，不可能吧？不行，我要去个厕所。女孩哥，时间太紧，外观没注意，你记得找人重新喷啊。胜利家电维修什么玩意儿？张部长，你的那辆坦克修好了。哼，修那破车能修好？我倒是什么了不起的维修部门，结果是个家电维修店。这王琦绝对是疯了。那堆零件复活了。是我让912厂留言跑步来我办公室，立刻马上。部长，您找我？刘班长，你来看看这个。这不是59吗？怎么了？这59会动？这怎么可能？张部长，这……你猜的没错，这是我之前卖给一个商人的报废坦克，就是你看到的这辆。不可能，那坦克已经飞成那样，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你不是告诉我这东西已经彻底报废了吗？你知不知道？让上级知道卖出去的坦克能重新启动，意味着什么？我当然清楚，可那辆坦克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啊！你确定？当然，我甚至可以说，当年设计这车的工程师复活都不一定能修好。难不成他有生命图纸？保密科吗？立刻派人去查房间号为83541的直播间，1天内我要这个主播的所有资料。修坦克的确比修水壶得劲儿啊。不过，系统打开商城，我果然没猜错，居然真的让我得到了坦克的图纸，而且手搓坦克只需要40万维修点，那还修家电搞毛啊？直接手搓坦克？算了，太行了，
恭喜宿主挑战成功，奖励维修点400万，当前维修点910.8万。短短几天就赶上过去1年，要不说互联网造福人类呢，目前的存款应该可以把边上的院子租下来，到时候汽修家电两不误，做大做强，再创。检测到新任务，是否查看？又来新任务了，开。现实任务，1个月内粉丝量达到100万，奖励工业母鸡，是否接受？居然是工业母鸡，这还真是想睡觉都有人送枕头啊！接受，必须接受。哎呀，有了工业母鸡，理论上只要有参数，我就可以生产万物。只不过，18万，1个月内真的能到100万吗？算了，加班吧。定时器损坏。大爷，你这洗衣机是不是只往一边转？嘿，我还没说呢，你就知道毛病了。修得多了是这样的。不对吧？他怎么一眼就知道毛病了？盲修。主播是不是绑定了什么系统？哥们儿，你先别看直播了，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你那 APP 卸载了。又是这个该死的混蛋，我跟你没完！小江总，现在网上舆论很大，公司官网已经沦陷了，这事儿要不要通知老江总一声？谁敢告诉我爸，我立马开了他！知道了。媒体找茬也就算了，一个搞直播的乡巴佬也敢找我麻烦，告诉公关部，太阳下山之前，要这个穷逼彻底消失。是在互联网消失，还是全部？让平台封了他的直播间，再找人线下教训他。媒体我不敢惹，这种穷逼我还不敢惹吗？啊！我去，我这是犯了天条，刚有起色就封我1年啊！东风猛士917，这不是军车吗？难不成跟我修好的坦克有关？你就是魏修？我不是，我来串门的。我看过你直播，我是你粉丝。哎，行了，首长，有事直说吧。我先说好，我一直遵纪守法，只有初2那年给同桌冰红茶里尿过尿，再也没做过啥坏事了。小伙子，你很机敏，也很警惕。不过放心，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们只想问你关于59式坦克的事情。59-1式坦克生产于半个世纪前，所有工艺都是高度机密，而你却修好了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它被修好了。少贫嘴，老实交代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你关于59-1式坦克的维修知识从何而来？这可是国家机密，如果交代不清楚，你还是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唉，事到如今，看来必须摊牌了。要听实话是吗？好，我告诉你们，其实我有系统。和小说里的一样，我有系统，任何机械只要看一眼我就会修，积累下来的经验值还可以换各种零件，包括但不限于2向箔、光刻机。住口！事到如今还敢狡辩，再不交代，等保密部门找来，就不是这么客气了。唉，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这么少吗？行，那我换个版本。我是天才，刚生下来就会修电瓶，3岁就能单手开法拉利。既然你说自己是天才，那就自我证明一下。我带来一台59-1式坦克的发动机是损坏状态，如果你能当我们的面修好，那我就承认你是天才。2天时间够吗？哼，看来2位首长还是有良心的，比那个女孩哥良心太多了。怎么，有困难？不，我只需要3小时。小子，你是在消遣我们吗？放心，3小时后，我要是修不好，该逮捕逮捕，该枪毙枪毙。部长，要不直接移交保密部门吧？不着急，万一他真是个天才呢？再者，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他了。3小时修好59-1的发动机，简直天方夜谭。我得看好这个小子，这可是行走的2等功啊！对，是我。什么？你确认？好，我知道了。怎么了，部长？这小子背景查清了，很干净，没有任何嫌疑。难不成
他真的是个天才。不应该呀，如果他真是天才，应该早就发现了。发现什么？我给他的一开始就不是591的发动机。你说什么？我在想，如果他真是天才，难道会看不出来？可是这小子被调用没问题。首长，可以帮我找点氮化钢吗？你要氮化钢做什么？因为曲轴的材质是氮化钢，疲劳极限高啊。你早就知道发动机的型号？是啊，1215OL-7嘛，升级了不少。曲轴材质、功率、分体散热。也就是说，你明知道这不是59-1的发动机，你还同意修？59D 的发动机我也可以修，59-2、59-2A、59P 都能。所以我不是考官，我是小丑。别站着了，进来检查一下吧。现在就差氮化钢了，你们要是没有，我就用普通材料代替了，反正就是耐用性差一点而已。想考我？哼，哥的装逼极限岂是一台小小的发动机能考验出来的？嘿，我服了，小同志，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了，我有系统。别闹，说正经的。你这个水平已经是国宝级别了。唉，高手寂寞呀，为什么说实话就是没人信呢？好吧，我摊牌了，我就是个天才。天才？天才只是见你的门槛儿，徒手修好一辆59，你比刘源这个1级军士长强100倍。首长，你们气势汹汹上门，不是为了拍我马屁的吧？实话跟你说吧，你的手艺够泄密级别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放心放心，我跟正苗红。怎么？你是军属？算是吧，我爷爷参加过长征。不瞒你说，刚刚调查科那边给的资料没发现你的情况，你爷爷是哪个军的？如果我们有遗漏，一定给你补上。第5军的。想不到居然是军属后代。惭愧呀！你叫什么？领导是谁？我立刻让武装部给你申请优待。哎，那太好了，我爷爷叫魏孝，军长叫薛岳。不是，合着你爷爷是后边追的那群？小子，你管这个叫跟着苗红？那咋了？追兵也是兵嘛。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张明瑞，麒麟战区装备部部长。小魏同志，你专业技能过硬。军区十分需要你这种人才，我代表装备部邀请你入伍。我？我在部队多年，专业技能方面没见过比你厉害的。如果你愿意，我将特招你入伍，授予你少校军衔。部长，你疯了！入伍即少校，万一上头查下来……唉，不好意思，我还是想继续留在这里修家电。小伙子，你可能没听明白，只要你来我这儿，工资待遇什么的不用说，只要不犯错误，退伍以后高低也是个副厅级别。我懂，但我更清楚，我要是走了，大爷大妈的水壶就没人修了。想不到你才20岁就有如此的觉悟，是我梦浪了。嗨，别夸了，我都快绷不住了。不是哥们儿不想去啊，系统刚给了任务。一旦去了部队，相当于要我自己放弃工业母机。哎呀，舍不得呀！首长，拒绝入伍，不是拒绝为国效力。只要你们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民兵也是兵。说得好，有想法随时来找我。另外，平时有麻烦也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尽量帮你解决。那您能帮我解封直播间吗？张部长是不负责自媒体的。哦。那，你能帮我安排个对象吗？你还是说说解封直播间的事儿吧。你放心吧，江少，事情都办妥了。你们啄木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点小事是应该的。白寇，他妈干了什么？怎么了，郑总？什么风给您吹来了？别跟我装傻。
谁让你把那个家电直播间封了的？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个小小的直播间吗？封了就封了。小小的直播间，你知不知道？就因为这个直播间，老祖已经被麒麟战区请去广电接受约谈了。你个蠢货！怎么可能？啄木鸟那边说，这就是个普通的小子。是啄木鸟那边投诉的。快，立刻把所有啄木鸟的推广扯下来！他们要找死，别拉着我们一起！东西，居然收钱不办事！妈的，老子看着他这张脸就来气。北辰哥放心，我这就去叫人。哼，你就是魏修？那不是我，他昨天刚死。狗东西，我们又见面了。你又想干嘛？对了，你上次说的直播吃饭，正好我现在开直播呢，要不要兑现一下？要直播撕逼？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直播间侵犯了我司的名誉权，要么赔钱，要么公开道歉。400万？我跑你祖坟了？没钱？或者你觉得我这儿什么值400万？你随便拿。看你这种穷逼，也不像赔得起的样子。这样，你当着直播间发布个道歉声明，另外再乖乖给我跪下磕2个响头，我就放了你。不然，就这么简单啊？行。大家好，我是魏修，在这里我对啄木鸟台表示由衷的歉意。果然是个窝囊废，哼，教训起来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说人家修个插头450，不该说人家小病大修，大病不修。反向道歉666啊！好看爱看，建议长期道歉。你给我闭嘴！不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死！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打架？哎，我要道歉，人家非不让我道，这不就撕巴起来了？没事就好，正好你在家，我过来给你发个证。什么证？这穷逼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个臭修理工吗？小魏同志，你的事情我已经上报了。临阳市武装部研究决定，授予你个人预备役少校军衔。哎呦，乖乖，少校啊，那级别得老高了吧？嘿嘿，咱这小地方出了个大将军啊！张部长，这太夸张了吧？我不就修了辆车吗？不是车的问题，你的精神值得学习，而且你的技能高深莫测，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徒手修坦克的人才呀，这可不能被其他战区的禽兽发现。话说，魏修为什么给你道歉？没什么，一点误会。没事，赶紧走吧，我们还有要事协商。说正事吧，张部长，你来找我，不是为了给我发个牌匾吧？哼，聪明。是这样，我有辆车坏了，想麻烦你修一下。什么车？红旗，在部队，方便跟我走一趟吗？家人们，来活了，我要下播了。祝各位衣食父母永远不死，永远干净清爽，无异味。我靠，主播被征用了！就是里面这辆，坏了1个多月了，找了好多人都修不好。不是，你管这个叫红旗？你管这玩意儿叫红旗？对呀，红旗杠9嘛。红旗杠9区域防空导弹，动力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张部长，你真看得起我？这玩意儿怎么也得几千万吧？不是让你修导弹，是底盘。我的人判断液压调频系统有问题，但我们修不好，所以找你来。你要修成什么样？高配还是低配？尽你所能吧。兄弟，
哪个单位的？胜利家电维修行的。别逗了，我认真的。谁逗你了？这年头，人与人交流都这么困难吗？你们这车是用来摔着玩了，没一个模板能独立运行的。赶紧叫个大型举升机过来，再准备一台示波器和扫描仪。哥们儿，装逼有点过了，你搁这悬丝诊脉呢，维修记录也不看一眼就……不用看，液压调频系统差了5.4度，折叠发射架行程多了3分钟，稳定横向杆断了，得大修。还愣着干什么？叫大型举升机过来，准备示波器和扫描仪。哎，我都迷恋上这种装逼的感觉了，罪过罪过。检测到该物体存在可升级套件，是否展开？可以升级？那必须看看。收到，方案匹配中，匹配完成。红旗9整合量子雷达加强版。升级后，红旗9的雷达反射面积会来到 0.001 左右，也就是说，可以反隐身。升级，必须升级。升级开始。连长，麻烦你把发射车和雷达车一起开过来。是。杨连长，路测没问题的话，我就可以回家了吧？按道理是这样，不过您是张部长请来的，不是犯人，去留是您的自由。一涵妹妹，你是不是该贴个实习标？开什么玩笑！我这新车贴个实习标丑死了。那你稍微开慢点，国道车况很复杂的。我知道，所以我一直在点刹车。可是你这速度……烦死了！这破车，我一直在点右边 tab， 它不减速，我有什么办法？左边才是刹车。刹车！哪个是刹车？快刹车！我说哪个是刹车？你们会不会开车？不是，女士，我们直行。直行怎么了？是不是你撞的我吧？啊，我车头都撞坏了。得，碰到版本 T1 了。杨哥，走吧，事实胜于雄辩，但雌辩大于事实。行吧，交给联勤保障部门解决吧。哎，谁允许你们离开的？我已经报警了，你们都不许走。哎，姐们儿，看看我们这是什么车？哼，破卡车了不起啊！我这刚买的911，一个轮胎够买你们一辆车了。小仙女的脑回路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你们都给老娘等着，不许走！我已经报警了。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没让他们赔钱呢。那是军车，你要作死！军车怎么了？碰了老娘的911，想不赔钱就走？没门儿！什么狗屁大少爷，也是个脓包！哼，你们不许走！今天老娘给你们耗上了。哎，可惜了，年纪轻轻就要坐牢了。根据道路监控显示，保时捷超速且不打转向，全责。现在麻烦签字，尽快将事故车辆。凭什么？凭什么我全责？我车都被撞成什么样了？你们瞎了吗？人家正常行驶，无责。你再敢动手，别怪我采取必要措施。哼，那他们凭什么不让我？明明看见我已经左转了。你们先走吧，别耽误你们工作。这是事故责任单。我允许他们走了吗？于是，再闹下去就是妨碍军务，一旦起诉就是3年起步。那我车怎么办？哎，自己报保险。另外，你还要赔人家的损失。一辆破卡车，以为我赔不起吗？我3者险500万，够买你们这些穷逼的命了。你好，保险公司，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这边要报保险交通事故，交警定我全责。请问对方是什么牌子的车？杂牌吧，好像是红旗9。好的，是红旗 H9 轿车吗？这边马上派人联系你。不是轿车，是卡车。
红旗牌卡车？怎么了？客户说他撞了红旗。不会是红旗国礼吧？那得700多万呢。不是，是红旗酒。那没事儿，红旗酒怕什么？撑死了也就几万。等等，红旗什么？酒没有 H。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赔不起？喂！哎，别嚷嚷了，我劝你赶紧让人家走，耽搁越久，你的保险越不够用。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想合起伙来讹我。哎呀，人家这是红旗9防空导弹，造价上千万，光1枚导弹就值好几辆保时捷呢。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才不相信，你和那些人是一伙的。我是没办法了，我估计他爸妈生他的时候把孩子扔了，把胎盘养大了。没事，也没什么紧急任务，最多赔个180万。怎么回事？报告连长，检测到飞行物西南320公里，机型确定为 F35，怎么办？ F35 为什么会拦内陆？这连长，打击窗口显示我们特等功自己飞过来了，还能怎么办？全组注意，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发射器立刻起数。警官，我需要你立刻戒严这个路口，任何车辆不得进出。啊，你们要干嘛？军事行动无可奉告，立刻戒严。沈女士，我估计够呛，您这辆得报全损，人家那辆还没定损，500万肯定不够。凭什么？你都没看那辆破卡车，怎么就随便定损？红旗9 3000万以上，擦一下都够呛。我们会按照合同履约，但超出的恐怕您得自己承担了。那得多少钱？不确定，大概180万吧。啊，如果赔不起怎么办？那可能会被起诉。服了真的，什么傻逼导弹！赶紧都让开！怎么了？这是要干嘛？有发射任务，快让开！不是说起诉吗？这就跳过庭审，直接行刑了。只是撞了一下，至于导弹轰吗？赵总工，新一代的远程防空导弹必须拥有反隐身的能力，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黄参谋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就目前量子雷达方面的技术，想要攻克，少则3年，多则5年。参谋长，紧急情况，美军一架 F35起飞，怀疑已经进入我们的辖区了。什么？所有人跟我去联系指挥室。什么情况？现在卫星15分钟前发现3架 F35从加手纳基地起飞，航向350，经侦察机追踪，最终在1135区域发现其中2架。1135，这个区域再往东几10公里就是麒麟战区，也就是说，你们放任一架5代机进入我的领空？参谋长，经过我们分析，这架飞机大概率出现了故障。不管什么原因，既然进入我的领空，那就是不可原谅的。想尽一切办法，先打下来再说。一旦他飞进内陆，我们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401国道附近有没有反导单位可以立刻到达的？报告，最近的防空营距离410国道大概20分钟。太慢了，20分钟都够 F35飞出国土了。报告总指挥，定位显示一个红旗车组掉队，目前就在401国道附近，车组编号013。怎么回事？报告总指挥，这是我派出去拿去大修的车。修？让谁修啊？是我在民间找到的一个天才。民间组织能修好红旗9？张明瑞，我看你是不是不想干了？算了，等之后再彻查你。这辆车的雷达只是底盘坏了，其他一切正常。好，给我接013车组。哪位？我是黄汉，
你给我听着，立刻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马上！没空。我说我是黄汉，你是天王老子也没用啊！忙呢，挂了。这是谁带的兵？给我继续呼叫，找到负责人就地免职。参谋长，7号区域高度8000米，检测到异常红外信号，初步判定是爆炸所导致。我操，魏哥，咱们真给 F35干下来了。唉，自信点，是真的，你家族谱要单开一页了。这简直升级后的性能居然这么好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系统的能力。看，族谱单开一页的机会来了。首长好，你是013车组的指挥。报告，战区机修连杨虎奉命执行修理任务，目前013红旗9车组暂归我指挥。另外，魏修同志也是此次任务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你是主谋，很好，上车吧。首长，我这事儿会通知家里吧？放心，一旦查实，肯定会通知的。这就是你说的族谱单开？哼，单开页肯定没跑了。就你这个罪名，族谱会给你单独开个家族之耻的。没错，是 F35，只是到底是什么把它打下来的？谁能在8000米的高度发现并击毁一架 F35呢？报告参谋长，涉事车组已被扣押，负责人也已经到案，请指示。指示？哼，就地枪毙！不好吧？知道不好还不带过来？是。杨虎，你他娘的当了这么多年兵，都当狗肚子里了！战场抗命，知道是什么后果吗？首长，我交代，我和杨连长正在进行装备测试，结果不小心发生车祸。虽然有一定责任，但我觉得没必要把我们铐起来。你是谁？装备测试？测试什么？红旗9。你他妈还把我的红旗9撞了！你是什么人？谁允许你靠近红旗9的？魏修，你怎么在这儿？你俩认识？啊，是的，他就是我请来修红旗9的那个专家。你给我看看，他哪里像专家？小子，私自拆用军用装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家族谱要给我单开一页。我寻思我们打下一架 F35，怎么也得2等功吧？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们打下了 F35。你打下来 F35，用什么？嘴吗？你当我是日本人？魏修，不懂别乱说。红旗9探测不到 F35的，就算探测到，射程也达不到要求。部长，他说的是真的。事情是这样的，车修好后，我们拉出来测试，碰巧雷达看到不明飞行物，我们分析信号后确认是 F35，所以自作主张开火，整个机修连都可以作证。可是你们是怎么锁定 F35的？我稍微修了一下，原车雷达够用，但不是极致。我升级成了量子雷达，刚好能看到 F35。小伙子，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修家电的，你们张部长知道？司令员，我说过，这是真正的天才。连一张故障飞机都拦不住，你这参谋长怎么当的？是，首长，我检讨。当然要检讨，但不是现在。说说那辆击落飞机的红旗9。报告首长，那台红旗9经过改装，航天2院也验证完毕，确认无误。也就是说，我军已经拥有了反隐形中远程导弹。准备飞机，我要去麒麟战区。两位，我都到家了，还要跟吗？不好意思啊，魏先生，首长让我们寸步不离保护你的安全，请你理解。行吧。糟了，这次还是太鲁莽了，引起上头人的注意了。
可不是什么好事。哎，我操！我门怎么开了？来贼了！说谁是贼呢？臭小子！你这臭小子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哎，我又不是小孩子，丢不了。不是我说你，你看谁家大学毕业待在乡里的？人家都是往城里走，你呢？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哼，你又干嘛去？门口兵哥哥还没吃饭呢，怪不容易。你干嘛了？我不是出差修了个车吗？我操，军车，你给人家修坏了！你这一天天的钱没挣多少，净给老子闯祸，这得赔多少钱呢？走，快出去，我陪你一起给人家求求情。不是，乖乖，那是将军呐！这瘪犊子玩意儿，闯了多大祸呀！你就是小魏同志啊！你的事情我已经听黄汉说了，你打下霉军的飞机，落在他们手里，可能得关到死啊！关到死？魏修要判无期？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这就把人抓走了，一点余地都没有吗？不用太紧张，小伙子。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霄，你应该在新闻联播上见过我。所以，您这种大人物出动，是要怎么处理我呢？我想让你去哈城，你改装的红旗9对我国防控事业有战略意义。你这种人才，我们要着重培养。哈工大是你最适合的地方，你愿意去吗？说实话，不太愿意。为什么？我现在已经过了上学的年纪，再去上学，不如直接枪毙我。黄汉说的没错，你真是个奇葩呀！谁说让你去读书了？那我去干啥？看门？我是让你去当老师，去当客座教授，专门教雷达和反隐身。我会把你加入长江计划，享受最高级别待遇。我配吗？那可是哈工大，我上学都费劲还教书。你太谦虚了。不是谦虚，我真的去不了。行吧，不过教授的头衔我还是给你留着，待遇也一样，有兴趣可以随时去。这白拿工资，不太好吧？哎，没什么，一个月零零总总也就5万多。谢谢首长，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尽管吱声，义不容辞。那太好了，我正好有个小忙需要你操劳。看看，这是不是太过分了？给我一个铁片，让我给你还一架 F35。你小子还真是天才，这确实是 F35的残骸。啊，修不了一点，拿个残片让我给你修 F35，是不是过2天拿个螺丝钉让我给你编个航母出来？修不了。你不是万物皆可修吗？我是生意人，沾点虚假宣传，你合理吧？不开玩笑了，我不是让你修。这架战机虽然损坏，但也有逆向研发的价值。比如这块铁片，其中的技术牵扯很多领域，如果能分析出来，对我们的战斗力是巨大提升。小魏啊，你懂雷达和隐身，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隐身部门，尽快给出一个报告。首长，我这个人学习成绩很差呀。没事，有学习好的。首长好，空军装备论证1处秦西报道，请您指示。那给你介绍一下。秦西，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曾参与6代机研发。这次他会担任隐身部分的副组长，你和他将成为同事。我跟人家一起工作，我算老几啊？你算老大。大伯，已经打听过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吧。魏修这次怕是摊上大事了，要不趁我婶子年轻再要一个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呀，老天爷呀！才几点？关上门啊！魏修回来了。咋了这是？我回家不正常吗？那个林霄为啥带你走？你怎么着了？这老头是出名了，没干嘛，就是给我安排了个活儿，
魏教授，你安全到家，我们就回去了。谢谢你们，注意安全。他们说的教授，该不会是你吧？哦，人家看我车修的好，给我在大学里找了个工作。哪个大学？该不会是什么汽修职业技术学院吧？好像是叫哈工大。啊，对，就是这个，让我去教书。果然呢，最朴素的装逼才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啊。总之，我先睡了，折腾一天了。哎，贤缺啊，你弟说的教授是我想的那种吗？那个哈什么大和林大哪个好啊？3期开吧。哦，那也行，至少是个正经大学，虽然不如林大。哈工大3全，林大就得过头期。去哪儿啊？我去咱老坟瞅瞅，估计杂草被谁点着了。材料选，狗都不选。连1/5都没有，看来当网红也不容易啊，得想办法吸粉。修车吧，这应该算是男同胞们的共同爱好。系统打开商城，不要出日系车外的所有车型图纸。宿主消费等级提升，奖励解析仪。解析仪什么玩意儿？我操！获得制作方法，宿主可以进入制作模块，自行制作。太好了，进入意识空间制作，也就意味着我可以不用现实的生产力。什么钛64合金，什么纳米锡箔材料，基本是想弄多少就弄多少。3天时间，3路钛64都是航空级标准，靠着卖合金，我都能发大财了吧？魏组长，已经很多天了，什么时候开始你想工作？我觉得后天是不错的黄道吉日，不如就后天吧。为什么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因为我现在不会，后天才会。老 baby 们，晚上好啊！我操，主播出狱了！哎，家人们，很遗憾告诉大家，因为私人原因，以后修家电的节目会少一些。啥？不播了？不要啊！榜一大哥，赶紧来个华子压惊！平台不能没有微笑，就像自行车不能没有炮打粉。冷静，听我说完。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胜利家电维修商行正式升级为维修厂。从今天开始，我承接各种机修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修坦克、核潜艇、反应堆、核弹头翻新、高价回收电瓶车、航母拖拉机。日内瓦退钱！家人们，以后有任何汽修业务，尽管找我。不说别的，只要有牌子，一律不打折。魏哥，我想买一台二手车，预算20，想咨询一下。20块还是20万？说清楚。当然是20万啊！你有20万？你能有20万？你那20万是正规获得的吗？你撤回吧，我有个朋友破防了。三舅爷，你咋来了？赶集吗？这也太早了。我不买鸡也不吃枣，我来修车的。我那路虎开着不得劲儿，你能帮我看看不？魏小表弟，听说你当教授了，出息了呀？哟，三大爷也在呀，又来修你那破车。我操，路虎险胜！哎呀，可不，这老东西穷了一辈子，上哪儿去开正经路虎去？去，老头赶紧滚啊！别耽误我和表弟商量大生意。大生意？我和你有什么大生意好聊的？怎么，你家猪圈里挖出金矿了？嘿，表弟啊，人家都说你当大教授了，你看能不能给表哥安排个工作？不要多好，跟你差不多就行。不是吧，大强子，我好歹怎么说也是大学毕业，你大字儿不是几个，要跟我一样当教授？家里没镜子，总有尿吧？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老子是吧？很明显，现在赶紧让开，别耽误我做生意。小爷，这东西毛病多，不好收拾。这得多少钱呢？三大爷，别听这小子放屁，他就是想讹你的钱。钱？三舅爷，这钱我不要了，车放我这儿，3天后你来开。哟，谢谢你啊，小魏子，你是好人呐。三大爷，你不能信他呀，小心他把你车卖了。啥？哎，你说你在城里卖啊？哎，你个大小伙子，也不嫌丢人。我说他要骗你钱。啥？你还要去抢劫？我打死你个不学无术的畜生！2天时间，按照 Model S 的标准修改，还涂上了纳米锡箔涂层。我这路虎险胜，全球仅限1辆吧。妈，姐，你们怎么来了？
哎，你知道二舅母的表妹吗？就是媒婆刘婶，说要给你介绍个对象，一会儿就过来。这不，给你买了新衣服，快去洗个澡换上。别闹，姐，我今天还有事儿呢。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排队。那姑娘外地当老师的，正儿八经的好姑娘，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哎呀，这就是小魏吧？果然一表人才啊！那啥，你们年轻人聊，我们出去晒晒太阳。你好，我叫徐淼，我在荣城第2中学当老师，学历研究所。你呢？大专。这样啊，我听说你除了这家维修铺，还在大学有什么编制，是吗？就是在东北那边一个大学挂个名而已。那个老东西说的天花乱坠，还什么预备役少校，结果也是个屌丝，气死老娘了。我现在1个月7000，没车没房，但我有编制，所以我希望另一半收入相对高一点，还得有车有房，这样我才能有安全感。我也觉得。既然想法一致，那就好办了。要和我谈可以，你的车房必须过户给我。可以。还有你爸妈的房子也得过户给我。行。另外，你的工资卡得上交，你爸妈的退休金也必须给我管理。可以，没问题。我是女孩子，需要安全感。如果你没意见，我可以试着和你处一处。不处。那你同意个半天，同意个屁呀！我同意你跟别人处啊。你耍我？当然没有。这样，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但你也必须给我安全感，怎么样？行，我每天12点后会准时回家，或者给你报备，每天给你发早安晚安，好了吧？我不要那些，我要的很简单。原来也不过是个死舔狗，那就好办。我需要女方有36艘航母，200艘驱逐舰，300艘巡洋舰，1万枚核弹头，10万支步枪。哦，对了，最好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拥地，如何呀？哎，好像聊得很好呀，有来有回的。嘿，男人嘛，都一个德行，嘴上说不要，看到不错的姑娘，那哪能舍得错过呀？哎，你给咱说说这个女孩具体啥情况？要求很高，主要是彩礼方面。行，你跟他们说20万，我咬牙贷款也能拿出来，再多的话。妈，你疯了！哎呀，你懂什么？人家姑娘是教师编，在外面可吃香了。你弟弟要是能谈成，那都是你们老魏家祖坟冒烟。你他妈敢耍老娘？没钱装你妈呢，一辈子也吃不上4个菜，什么狗屁预备少役，我看就是个臭屌丝，傻逼！你刚刚说什么？怎么了？我问你刚刚说什么？狗屁少校，臭傻逼！我必须提醒你，侮辱军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要么立刻给魏教授道歉，要么我不介意亲手抓捕你。凭什么？凭他是预备役少校，是哈工大客座教授，凭他为国家做过贡献。这怎么可能？也就是说，我错过了一个潜力股。哎呀，为什么他不肯直说呢？你什么身份？值得魏教授解释吗？谢谢你替我装逼。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就在这种地方研究工作？对，与他相比，我这种靠着国家资源堆出来的天才，简直自惭形秽。说正事儿吧。这些天我对残片进行了逆向分析，我大概可以确定材料的物理特性，但目前还有几个难点想不通。这种东西没有意义，再怎么推导也是无用功。为什么说这种丧气话？我知道工作很艰巨，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对国家有着多大的意义，你知道吗？小魏子，我的车怎么样？不好意思，我的顾客来了，这事儿待会再聊。事情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吧，事关国家。人民所急，就是最急。主播出狱了。5000在线，魏教授，您是网红？我靠，仙女！九小姐姐贴贴，不是哥们儿，看清楚，2杠2星，那是中校，什么都贴，只会害了你们。操！主播你关播吧，我有个朋友破防了。舅爷，你的老头乐修好了。好，这是自家摘的精简，配下面条吃。这就是你那辆车，我稍微改了一下。
主播刚刚说啥？老头乐？放屁！这不是路虎揽胜吗？揽胜和这车比，不像盗版。喂，你修这种豪车只收一代金件，顺手的事儿。九爷，我给你重新刷了遍漆，好看吧？好看。我给你换了块新电池，现在你可劲儿造，不过得开慢一点，这和你以前的电机不一样，得限速开。开车还有限速一说吗？九爷，这个地方是加油的，加柴油，记住了，万一没电了，还可以加柴油，也不贵。我操，还是混动，这他妈是老头乐！不过为什么是柴油啊？你们懂个屁！加柴油主要是为了发电。九爷，我在车里加了空调，方便你接孙女，还加了冰箱和电视，洗衣机也放了，以后你下地干活累了，可以直接躺车里休息。走，我新买的 L9突然不香了。哎呀，起猛了！老头乐出房车了！哎呀，收手吧，博主，再改下去，老头乐该出半挂了。老头乐高铁指日可待，爱的羚羊交警出了大活了！唐队长，你快看这个，辖区内有舆情。什么舆情？路虎揽胜，这大爷条件挺好啊。队长，你仔细看，那是路虎揽胜吗？我靠，路虎险胜！等等，魏教授，借一步说话，你疯了？这车不能上路，一点安全措施都没有，太危险了。哟，你看我这记性，是得整一套安全措施。三舅爷，你之前那个对联褪色了，给你换个新的。行了，安全措施有了，车子正式交给你。喂，大哥，这就安全措施？你这车的安全就够玄学。支队长，我们在这守株待兔有用吗？一定有用！这些老头乐厂家越来越离谱了，再这么下去，老头乐高铁都得造出来，必须杀鸡儆猴。二位警官，是那辆车吗？就是这个，居然逆行，太不像话了！你好，同志，请下车，配合检查。一警察同志，咱这是要上电视了吗？大爷，先说正事，你要去哪儿？我回家，南河村。大爷，您回家没问题，可您应该走哪条道呢？405国道。我的意思是，您回家走哪条道安全？405国道安全，路上坑少。大爷，我知道你要走405国道，我的意思是，您该怎么走？这不一直往东，然后大柳树左拐，南河村你不知道？大爷，我的意思是您逆行了。其次，你这车也有问题，机动车为什么不挂牌？你机动车上路一定要有牌照的。哎呀，不需要，我没有驾照。大爷，你这明显是机动车，是一定需要牌照的。小伙子，你这眼神还不如我老头子呢。大爷，这个是残疾助力车，路虎险胜。看看，光明牌残疾人助力车，路虎险胜。不是大爷，你这是哪家的老头乐？谁家老头乐有智慧大屏的？得劲儿吧？哎，这是我外孙给我装的。我一定是没睡醒，老头乐出房车了。我想起来了，那个胜利维修厂直播间里头好像就是这辆。大爷，老头乐是不允许上路的，太危险了。我日有出入平安。那能管什么呀？首先，您这车不能上国道，路上车这么多，您岁数又大，万一……没事儿，咱这车有智能驾驶。乔爱同学在呢，开启智能驾驶。好的。这些该死的无良厂家就该判死刑，给大爷装个语音助手，骗他说是智驾。哎呦，大爷，您这车不可能有智驾。哼，咋没有？人闺女都回答我了，不信你看，她开的比我好。大爷，快关掉！啊，刚刚那是弹射起步，这次也是0-100加速2秒多的水平啊！我是谁？我在哪儿？为什么老头乐有支架？那他妈是老头乐！话说，两位，这大爷该不会不回来了吧？哎呦我操！调动中心，立刻出动附近警力，拦截一辆悬挂绿色电 D00001的灰色老头乐。老头乐？你哪个大队的？我谭雷生，赶紧出动！好，李队长，马上安排警力。记得叮嘱出警单位，这老小子的车不一般，尽量骑摩托。谭队长这是疯了，追老头乐还得骑摩托，这玩意儿不是跑步都追得上吗？哎呀，上头也是疯了，让我们骑警拦老头乐。那老头乐会飞啊！我更好奇的是，老头乐为啥敢闯卡？轮胎不怕跑没了？啊，我听错了，这公路上有人会飙车。乖乖，这得有150了，快上车！哎，这尼玛是老头乐！哎，小浩，你下国道抄近路拦截。好，
检测到前方有行人自动地站系统接管，请做好扶稳。我尼玛！报告指挥中心，我们跟丢了。你们开什么玩笑？一辆老头乐你们追不上？放屁！东西插着翅膀就是飞机。按组织，现在谁车辆上了高速，我们会尽量尾随，你们派人拦截。先不用管是老头乐还是高铁，既然违法了，就立刻把车给我拦下来，先调摄像头。报告，这道路没有电子眼，只有限速摄像头。可是什么？有雷达测速摄像头就够了，调查记录只要他经过，一定能拍下。可问题是4个摄像头没有一个拍到。什么叫车隐身了？你喝多了是吧？我怀疑这辆车可以屏蔽我们测速摄像头的电磁波。那他妈不是战斗机的技术吗？老头乐他凭什么？查！打电话给公安部门，就从那个维修厂开始查。魏教授，你还没回答我的报告有什么问题？你的报告没问题，只是没有意义，因为我已经研制成功了。你在开玩笑吧？虽然你很优秀，但是你就是魏修？我是或者不是呢？少废话，跟我们走一趟。请进。参谋长，出事了，魏修被警方抓了。又抓了？因为啥？什么叫又？他这个小子做的事儿实在是太挑战规则了。你们快想想办法！魏修好像刚刚有工作成果，现在被抓，岂不是耽误进度？已经取得成功了吗？杨参谋，立刻通知当地保密局，务必把魏修给我保护好了。另外，给我备辆车，我要亲自去把这个小子捞出来。魏修，态度端正一点，赶紧老实交代。你让我交代，你倒是说让我交代什么呀？还装蒜？你改装的那辆老头乐速度超过安全阈值不说，为什么测速雷达检测不出来？我很想告诉你，可惜你的级别不够。你以为你是谁？这位可是刑侦队的队长。我真不是和你抬杠，谁来都不行，我无可奉告。你们随便抓我们麒麟禁区的人，是不是太过了？报告首长，这位魏修同志非法改装车辆，不仅严重超速，还给老头乐贴了层雷达测速无法观测到的车衣，所以你已经研究出来了，罚值率多少？有没有 0.4？ 具体没测过，大概0.002以下。喂，林月，重大发现，对，是成品，天上掉馅饼了。困难？他妈什么困难都没有，一马平川，赶紧打报告，成立专项组。我操！这他妈现实版李有田！我操！这手工搓老头乐为落火，这哥们儿也太会整活了！嘿嘿，这可不是整活，这个是我爱博的得意之作，代号路虎锦上，又名早日投胎器，有需求可以私信，价格不高，八字够硬就行。恭喜宿主完成限时挑战，全平台100万粉丝达成。居然不知不觉就完成了，那岂不是？任务完成，获得奖励工业母机该设备可实现高精度机械加工，是否立刻接收？有了工业母机，只要有图纸，我就可以制造任何材料，只要维修点足够，就可以无限循环。这次的奖励过程居然这么……哼，这是在干嘛？该不会是在奖励自己吧？胡说，我是那种随便奖励自己的人吗？体温正常，脉搏也正常，你该不会得什么怪病了吧？你脸色不太好看啊。这娘们怎么这么倔呀？真去了医院，不会查出来什么给我解剖了吧？好吧，你没看错，我的确是在奖励自己。流氓。其实你可以不用奖励自己的。这娘们怎么怪怪的？小魏啊，隐身材料的工作干得不错，之前让你去哈工大任教，的确是我的失误，所以呢，我准备让你去科学院当个候补院士。不是，老总，您是不是喝多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推辞了，这件事我已经让人准备手续了。那现在你要考虑的是自己准备从事什么项目？我有的选吗？当然，我们充分尊重你个人意愿。信你才有鬼！目前有这么几个项目，第一就是你的老本行战斗机。不是我的老本行是电视机啊。行了，别谦虚了，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当然只能当个副总设，负责隐身涂层和光电系统。第二个选择去北方一机场担任总设，主要负责主战坦克研发。魏修，综合国家战略需求，我也建议你去一机场。我不接受你们的建议。话说，你们就没有便宜一点的大项目？我还年轻，只想从小事做起。如果限制放宽的话，我们目前正在推进国产消防设备的项目，你也许可以试试。我接受。都是为了国家建设，我没问题。行吧，人我可以给你，但是项目结束，你得给我原封不动送回来。放心吧，司令员。
秦协同志，一切为了国家。是。魏哥来了，哎，正好，我们这抽水泵又不得劲儿了啊！小事儿，拿个螺丝刀给我。署长，不，魏哥，你和这几位很熟吗？之前想试试嘴巴里放灯泡能不能拿出来，被他们救过，所以拿出来了吗？你说呢？实在不行，您那脑子挂咸鱼上得了，全新的价格高。谁让你们在这修的？报告队长，这位是热心市民，之前队里的车就是他修好的，所以赶紧收拾一下，上级马上要来检查了，搬到里面去。小伙子，理解一下，我们马上要迎接领导，起码要做样子。摊牌了，我就是那个领导。这位是魏修教授，您这边应该接到通知了。不好意思，领导。啊，没事，我先把水泵修好，没逼着别人装逼啊，真是的。搞定。说正事吧，钱队长，上头的通知你接到了吧？是，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不用这么紧张，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的装备情况。好，请跟我来。魏教授，这就是我们目前装备量最大的微型灭火设备。我没猜错的话，这种灭火器是无法处理森林和化工火灾的吧？是的，而且整个消防站针对那2种火灾的装备都很少。尽管上级推进了装备国产化的文件，但对于我们基层来说太难了。真有紧急情况的话，根本来不及，只能让战士用血肉之躯。看来这个项目必须要做到最后。钱队长，我们现在的主要灭火手段是阻绝氧化条件，是吧？是的。稍等我一下，打开生成。温压弹，燃烧空气，售价44000。就它了。钱队长，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回去会着手研究，但是得你帮忙提供测试场地。那没问题。场地有什么要求吗？最好大一点，不能在闹市区，最好几10公里都在无人区。先从基础开始吧。手抛式气溶胶灭火弹完成度100%，可进行自由升级解析，是否查看？自由升级，宿主可自由选择现实资源和系统产物融合。我操，融合升级！请选择至少1项加工素材。加入工业母机。方案生成中，生成完毕，共生成153种红色方案，1种金色方案，请选择。必须金色。生成完毕，105毫米肩扛式火箭炮可更换战斗部，应用于森林火灾，是否融合？居然真的可行，那要是换成别的呢？哎，魏大院士，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哎，行了，别恶心我了，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借点装备。现在我的项目说白了就是改装，但是那是你的强项呀，还有比你能装的，还用得着问我借设备？行了，不调侃你了，说吧，借什么？没别的，就是想借几辆59，还有一些单兵装备。你直接拉个单子交给张明瑞，我照单全批。哎，对了，这次又是什么项目呀？大概是一个民用项目吧。不说就不说，至于用民用项目来忽悠我？你民用项目用坦克呀？哎，你来的正好啊，带魏院士去走走，他需要什么都全部配合，到时候给我个单子。哎，魏修，你等等，不是刑法？对，别人的研发准则我管不到，但是你的研发准则是刑法，我已经捞你2次了，我不想再有第3次。东西都在这儿呢，你随便挑。真的随便挑？当然，你一个消防项目能有多少东西，对吧？对了，你的项目组名字告诉我，我好写抬头。消防设备国产化替代项目总办公室。好。既然黄参谋长这么大方，那我就不客气了。排长，你一个重装合成营就几辆吉普车吧？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报告首长，我们营里1半车辆都被装备管理处调走了。胡闹！让张明瑞跑过来见我。咋了，参谋长？这给我跑的？你给我立正！这怎么了，参谋长？还怎么了？看看你干的好事！我的精锐重装合成营直接改成步兵了，我的坦克呢？我的炮呢？参谋长，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是你自己说配合维修的工作，我把装备借给他了。他娘的有解放东京？不造啊！我只知道那是个消防的项目。神他妈的消防项目，赶紧把装备要回来呀！他娘的一辆红旗9都能打下来 F35，你给他一个重装合成营，你不怕他跟你干一架卫星下来？魏院士、钱队长，可以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消防知识宣传直播间。本次我们请来了胜利维修厂的魏修先生，前来共同完成本次的知识讲座。嗨，各位老 baby 们好啊，好久不见。首先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灭火器。魏哥，您知道灭火器有几种红色吗？当然，红色、黄色、绿色，还有没有了？不，还有迷彩色。哥，您是不是记错了？灭火器没有迷彩的。便携式单人肩扛灭火器，你说是不是迷彩色？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哥，
你这是灭火器啊？我怎么看着像 RPG 呢 ？No， 这就是灭火器。我用榜一大哥终身幸福担保，这是我的最新作品，射程2公里，单发单弹头，可携带2公斤干粉，爆炸后可覆盖5平米范围。哥，我知道您是做手工的，但不能随便拿个模型出来胡闹啊！咱这是正经直播，万一观众信了，哎，不信是吧？行，等着。场地有限，我现在距离20米，给老铁们大概看看。哥，效果差不多就行了，咱还直播呢。一发装填准备，3、2、1，发射！我操，这立马是灭火的，听着下外面呢。你就说火灭没灭吧？不是，油桶哪去了？主播请上链接。别急，这个只是试验版，等量产了，我保证直播间老铁人手一个。哥，别，这可不能人手一个呀，这东西有缺陷呐。快下播！帅吧？帅，赶紧联系上级领导，这事我们管不了了。家人们，大家好呀！想必各位也注意到，今天的设备比过去的好得多，画面也清晰得多。果然呢，想要好的直播效果，就是要好的设备。哎，魏哥，你换新设备啊？旧设备呢？旧设备给我爸了，不是放转转回收的吗？我魏哥抽象第1名，其实你们猜的透。魏院士，我已经给上级报备了。黄参谋一会儿就到。不必那么紧张，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点基础的灭火设施罢了。信才有鬼。那您准备好了就开始介绍吧。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型设备。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85型牵引式灭火器。我操，皮卡拉大炮，这他娘是消防？这不是我军的85炮吗？钱队长识货呀！我这灭火器啊，就是85炮改良的。还加了红外瞄准套件。你用战斗部灭火我没意见，你加装制导套件干什么？打得准啊！我知道打得准，可你是拿来灭火的，要那么准干嘛？我怕火跑了。魏先生，你这个能打多远？最大射程26000米，最大射高22000米，初速1000米每秒。停！2万米的灭火炮，你这玩意儿是要去灭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吗？谁说高射炮只能往天上打？不是。限位器呢？你这炮的限位器呢？拆了呀！不拆我怎么瞄准呢？666高炮放平，军事法庭。不懂就问，限位器是啥？这么跟你说吧，没有限位器，射程范围内众生平等。别太紧张，我们这个只是用来灭火。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很抽象。看完演示，你就不觉得抽象了？魏先生，你这火不对劲儿吧？好眼力！为了验证灭火器的可靠，我才用了特殊的可燃物，扑灭难度更大。什么可燃物？白磷。白磷？你哪来那么多白磷？我身为消防爱好者，家里备点白磷很合理吧？可你知不知道，白磷可是号称无法扑灭的火焰？听我指挥，射向253，射角7，基准炮一发装填，准备射击。我操，这他妈是灭火弹！这不对吧，魏先生？你这爆炸当量都足以引起小型地震了，这是正经灭火弹吗？你就说火灭没灭吗？没什么火灾，是一颗蘑菇云搞不定的。魏先生，你这颗灭火弹的爆炸范围是多少？大概200米吧。不可能，最起码400米起步。那就对了，我这有200米的误差。肖队长，有人目击你的辖区发生巨大爆炸，我已经通知军方，你维持秩序。不是的，局长，是我们在测试灭火器。什么灭火器？地震局都拉警报了，你知道吗？首长，感觉到地震了吗？哎，去，别打岔！我正想着以后要不要给装备仓库上个锁呢，防着点那个小子。怎么了？首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刚刚临阳镇发生1.5级地震，请求我们战区出动。1.5级地震？为什么要军队出动？他们说，考虑临阳镇可能有大范围杀伤性武器。你给他战斗部了？没啊，我没有给他弹药。再说这动静是常规弹药能整出来的吗？给我拉警报，超速快！要是去晚了，这就啥也赶不上了。钱伟，你说的是汉语吗？你管这叫灭火呀？厅长，我知道听起来很离谱，但我看了演示，这种用云爆弹灭火的思路完全是一个新选择，可以有效对付工业区和大型山林火灾。开什么玩笑？林区火灾用这个一炮下去寸草不生，那点还能要啊？不过要是能用在油田火灾上，估计是一把利器。哎，哪位是魏修啊？我是。你做的很不错，如果能改良一番，让动静不要那么大，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推荐你去消防设备厂当一个工程师。
首长好，我听说你在这儿搞人工地震。我搞科研呢，正儿八经保障民生。行了，我也懒得跟你扯淡，我的装备是不是该还我了？当然，不过王厅长准备征用你的装备去消防口，你们自己协调吧。是的，我们认为这种消耗氧化剂的手段，在控制石油之类的大火方面有卓越成效。关键你们用这玩意儿灭火，动静是不是太大了？动静小的有啊，我这儿有高度静音灭火器，怎么拿过来？各位请上演单兵远程静音灭火狙。不是，魏兄，你管这玩意儿叫狙啊？咋了？精度准，口径大，还静音，不叫狙叫什么？这什么？大枪？不，我们这个可是高科技，使用的是电推力，节能又环保，你可以理解为新能源炮。新能源炮啥意思啊？字面意思，要插电。新能源汽车你开过吧？和那个原理一样。你扯什么犊子呢？那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你看，只要按下这个开关，等红灯亮起就可以启动，电能进入线圈，电磁场产生安倍力，然后推进战斗部，理解了吧？你这是电磁炮，你攻克电磁炮了！小同志，哗众取宠的行为可要不得。年轻人呢，还是脚踏实地的好啊！啥电磁炮？我不懂啊，我这就是个插电的炮，怎么办？你这线怎么这么长啊？没办法，我这儿电压不够，带不动，所以连接了一下矿场的供电系统。要知道，这门炮的射程是200公里，膛口速度超过音速，需要能量很多的，初中物理都懂吧？超过音速？你这玩意儿能穿甲？你灭火器带穿甲功能？我这不是怕火灾顽固抵抗吗？报告首长，疏散完毕，可以了，准备发射吧。好。没有声音？你难道攻克了电磁轨道炮技术？怎么样？我把灭了吧？小同志，我服了，这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啊！这种装备给我们一线消防部队绝对如虎添翼。这是电磁轨道炮，王厅长给你们消防队用，是不是有点茅坑里跳高，过分了呀？的确过分。这炮射程大，射速快，装弹量也大，我觉得气象局用也不错。战斗部换成干冰，完全可以实现人工降雨啊！不是，你家人工降雨用电磁炮呀？怎么，龙王不下雨，打一炮威胁一下？主席阁下，不好了！刚刚得到消息，东大已经成功进行了电磁炮的发射。这是直播间？什么意思？他们居然公开直播这种武器的实验？难道说这武器对东大来说已经不值得保密了？不，根据消息，这枚电磁炮是一家民间企业研发，用于消防和气象领域。shit， 他们帮了忙！这种技术拿去灭火，10分钟我要这个企业的所有资料，这种企业必须制裁。魏院士，你简直是国之大事啊！哟，赵总工，连您都亲自过来了。不只是我，研究所的老家伙一听电磁炮项目成功了，都来了。同轴同速，这是线圈轨道加速路线。赵工好眼力。怎么样？相对你们那边的研究方案？没得比，好比打擂台，你以为站在你面前的泰森是对手，结果人家说自己是主持人，你的对手是泰罗奥特曼。小魏同志，你这个灭火器技术对我们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我代表403郑重邀请你加入我们项目组。不了，赵工，我还是比较喜欢扎根农村，服务大众。哎呦，行了，赵老，人家小魏本身就是科学院的候补院士，级别比你高。如此说来，倒是我僭越了。我尊重你的意愿，以你的能力，我感觉可以同时推进电磁炮上车测试，试想一下。干嘛试想？亲眼看看不就得了？各位也看到了，这门炮需要皮卡牵引，不是很方便，所以为了尽快到达火场，我还设计了一些配套车辆，可以无缝衔接电磁灭火器系统。我就说嘛，你拿走我一个合成营，怎么可能就搞出这几门炮呢？小子，我车呢？嘿嘿，别急嘛，去把那车开过来。消防大队的兄弟们可有福了啊！这可是我为你们准备的消防车，国产版，装甲防弹，8×8轮式多功能消防车。这怕不是民用车吧？不仅有水炮、电磁炮，我还专门装备了多管集束型远程灭火器，清一色的灭火设备，怎么不是民用车呀？那你丫倒是把涂装改成橙色呀！你家民用车是迷彩啊？怎么怕火灾看见，方便隐蔽是吧？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集束灭火器？好眼力！之前的灭火炮都还是单发，效率太差，所以我搭载了 AOE 灭火战斗部，覆盖面积大约15平方公里。多少？15平方公里？小魏，你是咋想的呀？你这个研发思路简直无法形容。哎呦，这还形容啥呀？他这纯粹有大病，谁叫消防车里填云雾弹？黄参谋长说对了，我的确有病。什么病？火力不足。恐惧症没毛病，穷则战术穿插，达则火力覆盖嘛。
魏先生，您能具体介绍下吗？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发射部改造，6台12连发的远程抛射器组成，每一颗弹头能分裂24枚子弹头。不是，你说啥？你这还是子母分裂弹？你这简直是战略性武器了呀！没那么夸张，又不是每一颗弹头都是云爆弹，可以自由选择的嘛。啊，还他妈是编程弹药！射程呢？你这玩意儿射程多远？我这个嘛，不多，只有299公里。魏先生，你正经一点，你就说300公里凑个整不行吗？不，我说299就是299，多1厘米都不行。你这个299不会是钻中导条约的漏洞吧？对啊，300是导弹，299是火箭炮，可以随便买卖的。我寻思，万一搞得好，可以出口呢，你说对吧？好，你算是把这射程玩明白了啊。那精度呢？以你的水平，精准度应该控制的不错吧？唉，精度一直都是我的心病，我的水平有限，所以误差很大呀。嗨，没事，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再接再厉就好了。感谢理解。那我直说了啊，我这个炮误差701公里。你说错单位了吧？没错呀，就是701公里。你说实话，你这个误差是正的还是负的？哎呀，放心，是正的。射程299，正向误差701。也就是说，我们消防队拥有远程跨区域作业的能力。你看哪都有你的事儿，你要跨区作业干嘛？别的地儿没有消防队吗？哎呦，小魏呀，你别搞！中投导弹我也见过，那玩意儿动辄10几米长，而且都是单发。你这么小的炮管能射1000公里？怎么看不起我？沈豹，来给首长打一个基数瞧瞧。不是，你瞄准了吗？你就打啊！别急嘛，我这个是卫星制导，指哪打哪，目标就是前方3公里的山头。好，果然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全队长文化人，人家那是形容东风快递的，你用来形容灭火器，辛弃疾知道吗？王储阁下，和鹰将谈判的结果出来了，什么价格？单车价格980万美元，如果加上配套的弹药和雷达，一套下来大约需要1500万，而且什么？鹰将那边说，购买后使用需要经过他们允许，我们不可以随意攻击任何目标。欺人太甚！你们真当我沙某是他们的狗吗？王储阁下，我这里有个视频，您或许感兴趣。都什么时候了？你让我看直播？这是东大一家企业在试射新的火箭炮，而且根据调查，这家企业刚刚登上美利坚的制裁榜单。赶紧通知我叔叔，赶紧去这个叫林阳的地方，不管他在干什么，一定要抓紧，一定要买下这辆车。怎么样，钱队长，这个灭火效果还满意吗？满意，简直太满意了！这台灭火器比之前的高射炮还要适合油田灭火。黄参谋长，你们已经有电磁炮了，不能跟我抢。哎，我说，你这台造价大概多少？大概150万左右吧。钱队长，你们消防队拿得出来吗？你不管，就算是贷款，我也要装备，谁也别想跟我抢。我操！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哦，你就是魏修先生吧？我是苏拉坦亲王，您好。放松，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毕竟消防安全也是我们两国交流的重要议题。你头顶一块布，我还能不知道你来干嘛的？亲王阁下，我再给您介绍下我们的最新消防装备。这台灭火器6连12发，射程299公里，北斗卫星导航，配备可编程弹药。据我了解，您的国家很多油田，且气候干燥，这简直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哎呦，你小心小腹慢点！你懂个屁！这可是狗大户呀！我宰他宰谁啊？我承认，这台装备确实很好，只不过……亲王阁下，想必您来之前已经看过直播测试了。看过了。看到的话，您就更该买了。你不买，五月花开到你老家；你买了，你就是五月花。啊，魏先生果真是谈判的好手。既然您这么直接，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谈吧。您报个价吧。啥玩意儿就问价了？我操，3句话让一个土豪为我打钱。价格嘛，看在阁下与我投缘，我给你个友情价。啊，你疯了！你上来就报价这么高啊？对，黄参谋说的有道理，是300万美元，不是 RMB。好，300万美元成交。我先订购20台，一次性付清。我希望半年内可以交货，可以的话，现在就可以签意向书。哎呀，糟糕，要少了。不是，参谋长，就这么卖了？这小子估计一早就想好了，
而且国安的人到现在都没出现，很明显上头已经默许了。魏先生，不是说好了这东西给我们临阳消防吗？怎么你就别闹了，钱队长，真拿这玩意儿当消防设备啊？我不管，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要不然我就不走了。行吧，沈豹，把那台单兵灭火器拿过来。你把我当小日子耍呢？我要消防车，你就给我这么个玩意儿？别急嘛，虽然小，但这才是我的得意之作。研发代号 ZSPD-01，单兵背负式灭火器。这不就是个干粉灭火器吗？我们也有，还比你这方便。先别着急，看实测效果。这是单兵火箭炮发射器，好强的干粉灭火弹！你这臭小子，你把温压弹改成单兵式了，你明白什么叫单兵吗？单人可操作使用，不就是单兵吗？那，你瞅瞅，老鼠都干瘪了，你那玩意儿能是正经灭火器？我操，还能灭鼠？又多了一条销售渠道呀！哎，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这玩意儿别说灭鼠，但凡是碳基生物，对了，你这玩意儿叫啥来着 ？ZSPD-1啊！我说嘛，整这么长个代号，合着是产品说明，众生平等是吧？什么都别说了，这个装备我陆军要定了。不行，黄参谋长，你总得给我留点什么吧？你消防队要这种单兵亚核武器干嘛？怎么，火力不足恐惧症也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了？哎呀，钱队长，不是我不给，实在是黄参谋长不让啊。魏先生，这种灭火器卖吗？靖王阁下，卖的话可能有些问题。你也看到了，这个杀伤力，1台10万美元。我操，我这造价才不到2万呢。既然魏先生没有异议，现在请拿着你的钱，让你的人离开我的灭火器。魏教授，警戒线外有人要见你。不会炸到人了吧？杨局长，你怎么来了？魏兄，这位是你们市气象局的杨天和杨局长。魏教授，我们气象局对您的装备很感兴趣，我们要的不多，给2台远程消防炮就行。哎呦，杨局长，你看了直播就应该知道，他这个装备根本不适合气象局。黄参谋长说的有理，前面的装备的确不是很适配，但我这儿有100%适配气象局的新装备。杨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沈豹，把通用型发射器拉过来。这是原木运输车？不是你这是导弹？不，这是通用发射架。这辆车代号龙王，设计之初就是兼顾消防和气象多重用途。多功能？是的，比起消防，气象局的人工降雨对射高要求比较高。所以你这台装备射高比之前的都高，具体多少呀？也就100吧。100米？那也没多高啊。我说的是100公里。哎呀，你这是降雨弹，要往临近空间打吗？有备无患嘛。哎，算了，射程呢？400多公里吧，其他参数都差不多。说是说不明白，直接打一发给你们看看吧。准备发射，8点就按之前安排的，装订完成，立刻发射。明白。有这么个宝贝，消防局的腰杆子算是彻底挺直了。你放屁，人那是给我们气象局的。这颜色该不会是液氧液氢燃料吧？魏兄，你老实说，你这玩意儿射程到底多远？嘿嘿，我说的是400多公里啊。多少？也就多12000多公里吧。12000公里？你的目标靶点在哪儿啊？你看，黄参谋 ，LA 大火已经持续很多天了，我心系天下，能者多劳吗？你立刻给海军通报，命令东海舰队严密监控此领空，一旦发现不明飞行物，立刻击落。怕是来不及了，此刻弹头应该加速到了22马赫，这会儿都快过太平洋了。而且，就算拦截，这枚导弹还有3个耳弹道，一般拦截手段没用。报告，331方向检测到信号，速度极快，初判超过20马赫。信号呢？暂时不清楚，和我们之前检测到的任何电磁频谱都不一样。是东打的新武器，快，立刻启动陆基宙斯队系统，将目标信号传回精链，通知末端防御系统做好准备。司令，您放心，我们的反导系统已经全面响应，一定能将飞行物击落在大气层外。
当务之急，统领阁下，我们应该考虑要不要立即采取报复手段。东大的行为明显在挑衅，我们必须立刻反击。总部，我是马里亚诺，飞弹密集发射未能有效拦截，请立刻做好末端反导手段。完了，启动乾坤预警吧！我们正在遭受空袭，请大家尽快寻找最近的防空避难所。警告，这不是演习，谁会空袭我们伟大的每一间？还能有谁？一定是东大！该死的政府，为什么要惹一个拥有14亿李小龙的民族啊？天，这是人气吗？这是人工降雨！天哪，东大，我真的哭死！你这不是气象武器吗？可不敢这么说，我这是保障民生啊！是首长，是我，是，这完全是我的失误啊！是我监管不严，误射消防弹。我已经准备将手头工作交接，立刻废去手头，等待处置。处置你？你没做错，我为什么处置你？我们只不过发射了一枚消防弹，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何错之有？那魏修怎么办啊？让他继续干，直播间也别关，只是一颗消防弹而已，就算是核弹又如何？导弹数据回传了，飞行过程中遭遇多次拦截。我就说，一定有居心叵测之徒阻挡我们灭火。魏教授啊，飓风虽然灭火，但4级飓风也就等于17级台风，用这种方式降雨，恐怕有伤天和。不伤共和就行。金王阁下，您觉得我这款远程消防降雨弹如何呀？魏先生，沙某想要，除了发射导弹的那位先生不要，其他的我都要。这不行，我做不了主啊。多少钱都行，您随便开，我可以不要发射权，我只要这台设备。不是，你误会了，我还可以同意你们在我国内驻军，甚至给你们几座油田的永久开采权。不能卖啊，这是战略威慑，给多少都不能卖。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换个地方，不见不散。你明天还要播？怎么？你这个项目没完啊？对啊，还有一点点装备没有亮相。消防嘛，毕竟要全面，海陆空3位一体，才能全方位保障民生啊。卡洛琳女士，请问白房子队目前东大导弹命中落山记忆是作何看法？经查明，那是一枚携带灭火器的远程消防设备。我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感谢东大缓解当地民众的受灾情况。发言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礼貌了？射程包含鹰将全境，多次变轨加末端突防，他除了礼貌没有别的选择。一发导弹，我国3A 股票大涨，之后鹰将这些好战分子开老实点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我操，50万，你们都没班上的吗？魏修先生，我想尽快将昨天的意向协定落实。首先，军贸的事情不归我管，其次，我们产能有限。我知道你们有难处，所以提前拟定了方案。我操，中租界！可以这么说，我们准备了200亿美元，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交易呢？新王阁下，具体的交易您还是要和科工委商量。另外，我得强调，我卖的都是保障民生的装备，不能用作其他呀。我懂，您放心，我买的就是消防装备。我们准备编制10个消防独立旅，所有编制都按照贵国的惯例。亲王果然是懂技术的。那是当然，只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消防合成旅是不是需要一些空中支援？你要飞机？可以吗？我有飞机，但都是正经消防飞机，没有你要的那个。韦骁，你小子是打算用核弹灭火吗？你个臭小子，让你搞个消防设备国产替代，你差点给消防队长干成炮兵司令，你……涂大户又来了，这次是几十亿？没有，也就区200亿。我去，你小子没卖敏感的东西吧？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你小子要钱给的多，估计你能给核按钮卖出去。怎么这么多人？大侄儿，人呢？我在呢，四叔。小魏啊，这是有人过世了，咋还有带孝的呢？四叔，人家是外国人，这是人家习俗。多晦气啊！对了，我的农药机修好了吗？修好了。
沈豹，帮我四叔抬出来。你的意思是，你们打农药用无人机？你这个农药机为什么会有相控阵雷达呀？我这是插虫打药一体机啊，配个相控阵很合理吧？哎呀，之前一直听说你用科技服务农民，现在我算是见识到了，你啊是个伟人。魏先生，这个无人机的载重是？不多，也就85公斤。魏先生，这种顶级无人轰炸机，你们拿去打农药，我实在想不通。想不通就别想了，总有一天会忘记的。魏先生，这个东西多少钱？我要了。小魏，不能卖给他，我全指望这台机器种地呢。我10万美元一台，卖，3轮车我都送给他。我觉得一般，不得劲儿。魏教授啊，昨天给我们看那么多大型设备，今天这80公斤的载重，实在……我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跟我来。我去，你上哪儿搞的古董？重点不是车，是车上的设备。这是水箱？这是一台发射器，可以发射50枚灭火弹，可以做到集成发射。不是说无人机吗？怎么又改炮弹了？嘿嘿，这可不是普通灭火弹，而是配备了折叠翼的灭火弹。从膛口射出后，可以滑翔一段时间，增加射程。这是炮射无人机？你简直太过分了！这玩意儿连陆军都没整明白呢，你给消防用上了，而且你这50架无人机容量这么大，就这点玩意儿？我这个是新能源。什么就新能源了？哎，主任呐，您看，一看您就是没有认真看知识点。他说的新能源是电磁炮，经常看直播的大家都知道，所以你这东西是电磁炮射无人机？锤子，我这叫电磁推射无人机。哎，你这个和航母是一个技术？这玩意儿能飞多远？150公里。不可能！我承认，电磁弹射是很高明的想法，但150公里对飞机初速要求太高了。谢主任果然懂行，过载的确是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所以我改良了一下。目前这款灭火弹可以承受3600G 的过载。多少？提高了30倍！不仅如此，这台设备还可以集成化和模块化。你们看到的只是一台车，如果是10台呢？一轮齐射就是500台无人机。你把蜂群战术给消防了？他用得明白吗？换句话说，你不觉得浪费吗？不浪费啊！这台设备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一发灭火弹的价格也就不到8000块一枚。我要，合同在哪签？赶紧的！啥玩意儿你就要了？他刚才只说飞出去，万一回不来了？你们消防队这么有钱啊？回收？8000块一枚还回收啊？我设计这款无人机就是一次性的。一次性？自杀式？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覆盖嘛。这套装备我要了，不管外贸客户和消防部门出多少，我陆军都出双倍。黄参谋长，这是科工委的民用项目，你凑什么热闹？别急，两位，先等我介绍完嘛。你还有？当然，跟我来。请看，我这一款是固定翼的大型农业消防长航实插打一体机。你管这玩意儿叫农药机？对啊，用来打药的不就是农药机吗？这款飞机研发代号叫 B-3。你这个名字起的能是民用？你取个 B-3，鹰将下一代轰炸机该取什么呀？爱叫啥叫啥，跟我有啥关系啊？小贝啊，你这无人机参数怎么样？勉强够用吧。最大飞行速度130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12000公里，升限1万。你可别闹了啊！这玩意儿放任何地方都叫做高空长航时超音速无人作战平台。别泼脏水啊！我这玩意儿就是用来保障民生的。来，你告诉我，谁家打农药需要涂隐身涂料的？我这不是怕有人拦我吗？昨天我打消防弹，就有人想拦我来着。魏先生，这东西多少钱？我买。这个不能乱卖啊！放心吧，我有外贸青春版。行，只要可以卖，我都要。别急嘛，先看看实际使用效果。来，给亲王阁下现场作业演示一下。行，我这就给你协调最近的军用机场。不用，我们这玩意儿不要机场。那你怎么起飞啊？和炮射无人机一样，利用电磁线圈加速。等等，你意思是说这玩意儿可以用电磁弹射？当然，不然谁家打农药还得修个机场啊？来看展示。小魏啊，你这个项目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老王，具体是哪个基地？东洲岛。小魏啊，赶紧让飞回来。东洲岛往东几百海里就是公海了。
返航？我压根儿没设置返航机制啊！你扯什么蛋呢？飞机哪有不返航的你？报告，目标飞行器在我辖区内极速值超音速，已经飞出我辖区，预计10分钟抵达脚盆机防空识别区。你他娘的不惹事能死呀！哎呀，没办法，航速太快，要怪就只怪我们的国土太窄。小子，我真怀疑你是鹰派还是我是鹰派了。跟你比，我感觉自己像个新兵蛋子。哎呀，别闹了，赶紧返航吧，万一被击落就不好了。放心，他们看不到。B-3有一定的视觉隐身性能。你连 TVS-2 也突破了？什么是 TVS-2？一种感光材料，可以吸收不同角度反射的光线，形成视觉隐身。当然，只是理论效果。啊，这个就是。我看得见呀，看得很清楚。现在呢？这是魔法。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么好的材料居然用在农药机上，这要是做成防弹衣，士兵直接原地隐身啊！参谋长，你属 ETC 的，纯抬杠啊！你想想，你那么大飞机飞过去打药，虫子见了不得跑？那你还打个屁呀！行，我说不过你。那你告诉我，你飞小日子那边干什么？没啥呀，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展示一下我们的洲际农药投送能力。洲际农药？不是，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航程12000，怎么不算洲际啊？状态如何？正在降低高度，迫近作业区域。小胖子已就位，随时可以投放。你确定情报没错？东大真的发射了无人机？是的，目前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但目前仍未发现任何可疑目标。不应该呀！司令官，是不是通知一下岛国当局啊？也行，让他们自己通过外交渠道抗议吧，毕竟炸的也不是咱家。谢谢，防空警报响了，我们还得先回去躲躲吧。蠢货，他们不敢！别忘了，咱们岛上有美军，我们和美利坚是亲兄弟，他们敢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动手。社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糟糕，是八个蛋！社长，好像是生物肥的味道，你是不是预定了无人机施肥？放屁，天都炸没了。怎么样，播撒效果很好吧？你小子，你也不怕被脚盆机戳断脊梁骨？他们敢，我还没找他们要肥料钱呢。你知道1公斤有机生物肥卖多少钱吗？尊敬的统领阁下，东大此举不仅是对我们的侵略，更是对贵国的挑衅。的确，今天他们投的是肥料，下次可能就是别的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司令员，最新消息，对方将举行实弹演习。队长，换成我，这会儿按钮已经按下去了。既然美军想演习，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舞台。命令：天狼星号电子侦察船立即前往133海域，对敌方舰艇进行尾随式侦察。所有航空兵编队出动，注意，此次行动不是演习，所单位务必1个小时内挂在实弹完成机前。要是他们敢来，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小魏啊，这下真成国际纠纷了。小日子和鹰将已经开始联合演习了。不至于吧？我刨他们家祖坟了？你给人家扔了600公斤屎。算了，我建议你还是暂停直播吧。不能停，上级通报，青龙战区已经部署了演习计划，我们的直播继续。你这个民兵上校啊，比我这个参谋长面子大，连林涛那个抠门的东西都被你给调动起来了。关键我没什么可播的了呀，等无人机返航，我的直播计划就结束了。那不行，就算你直播唠嗑也不能关。行吧，那正好，我出海去把 B-3接回来吧，油料估计见底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一旦坠毁，被别的国家捞回去，问题就大了。这样，你把坐标给我，我让青龙战区去接一下。不用，我自己有小舢板，可以自己接的。什么意思？你还准备了船？对啊，消防小舢板。走，申报，开车。坐车得等到什么时候呀？我派直升机。小魏啊，我还是要说你2句，油料不够这种低级错误绝对不能再犯。赵总工，你以为这小子真的油料不够？你没看那狗大户一听有船，眼神都拉丝了吗？你小子，绝对的奸商！你们在聊什么？没什么。对了，魏兄，今天海上风浪估计比较大啊，你那船吨位够吗？放心，我的小舢板好歹2万多吨，不怕这点风浪的。那就好。啥玩意儿？2万吨？你不装逼你能死啊？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能随时随地浅装一下，聊以慰藉枯燥的人生。不是，你那船搁哪儿呢？就是那个橘黄色的，
鲁林鱼142栋梁。这船是渔船改的，还没来得及改舷号。你这都赶上航母了？你说2万吨？哎，你别瞎说啊！我说的是2万多吨。多少？不多，也就多9万多吨吧。你这还双舰岛设计？哎，没办法，水平有限，只能改成双舰岛了。你这技术可一点不落后，就这个设计逻辑，已经走在时代前沿了。你这船是民用的，有没有武器啊？说来话长，先出海，路上再说。交管你好，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船已经做好准备，请求离港。鲁林鱼142栋梁，交管教。目前我港口万5海里外围有重大军事活动，一切船只不得离港。乾隆战区，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是麒麟战区参谋长黄汉，我命令你立刻给予放行。另外通知你们司令协调2艘护卫舰，完毕。渔船、护卫舰，这是渔船？这他妈不是航母吗？宝州舰，这里是扫阳舰，我已到达预定海域，并为目视护航目标。这里是宝州舰，目力范围内只有1艘巨型上船，恐怕是汽轮或者油轮。扫阳舰收到目标回应，鲁林鱼142栋梁位于我船左翼。我操！鲁林鱼142栋梁，我操！这能是渔船？它钓什么鱼？克拉肯啊！东海舰队扫阳舰，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感谢你船护航，我船有紧急任务，需要全速航行至181海域，请跟随。完毕。鲁林鱼142栋梁，我不同意你船前往181海域，该海域正在进行军事演习。扫阳舰，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是麒麟战区黄汉。现在扫阳和宝州归我指挥，我船必须按时前往181海域，你2舰船务必保证我船航空安全。宝州完成任务。打起精神，我船位于目标右后翼，要确保安全的同时，让大船处于视野范围内。放心吧，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船，但是我绝对跟得上。这船是要起飞吗？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船全速航行，船速54节，请问你们是否在跟随？这船什么成分？三体船？不对劲儿啊！你这速度也太快了，你用的什么动力？我这个船，我们用的是新能源，没有污染，节能高效。你难道用的是核动力？对啊，万一有远洋灭火任务呢？我这船能保证续航20年。哎，魏教授，待会儿船回港，你停着别动，我立刻让我的人过来刷漆。这是核动力，海军核动力还没形成战斗力，你消防先用上了，像话吗？报告首长，扫阳宝州已经到达，开始护航。根据报告，此次护航目标鲁林鱼142栋梁，海水9万吨，为核动力模式，目标区域181海域。你等会儿，9万吨还核动力？麒麟战区什么时候有航母了？司令员，别管几万吨了，181海域去不得呀，赶紧下令返回吧。哎，不行，上级让我们全力保护未修的活动，况且有黄汉坐镇，他不是傻子。那就是说，我们的作战目的。之前我们的任务是防范鹰将搞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全力保障鲁林鱼顺利完成任务。我国重要的科研成果绝不能落在外人手中。同志们，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命令南都舰立刻前插，配合天狼信号进行威慑，必要时可采用一切手段。这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几十年前，他们有坚船利炮，我们有钢铁的意志。现在，我们也有坚船利炮。希望他们最好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东大突然派出了一艘渔船前往181海域，难道是轰炸广岛的飞机航程不够，需要在海上降落？我认为东大示弱了，国防部也是这么看。既然他们示弱，那我们务必干扰渔船的行动，最好可以缴了那架飞机。鲁林鱼142栋梁，这里是李根号，我方正在军事演习，警告你立刻驶离，否则一切后果你方承担。李根号航母。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船正在公海进行作业，请你立刻让出作业区域，否则我船将无视你船存在，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鲁林鱼142栋梁，请你立刻离开，否则我将使用武力驱逐。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有种你就开火控雷达照我，没种就闭上你的臭嘴。魏先生，他们好像要动真格的。没事，我有应对手段。哎，你要干什么？你冷静一点啊！上级明确指示。对面不开枪的话，绝对不能先开枪。放心，我的应对手段很文明的。锤子，谁家高人把文明手段锁起来的？哎呦，完了！警告！警告！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现在开始消防宣讲，烟头别乱扔，防火衔紧绷，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你这是防火宣讲啊？我们是消防船，有这玩意儿很合理吧？
报告司令员，伯克级已经逼近我们侧前。既然如此，我就让他体会一下自由航行的魅力。勇气可嘉，但是为了防止你制作人出问题，我还是让保州舰突前和敌军周旋吧。不用，我有驱离手段。不是你要开火？别紧张，这只是水炮。哎呦，你终于整出点有用的了！快，立刻发射水炮驱逐！这可是你说的。司令员太保守了，中大根本不敢开枪，我们全都开到他们脸上了，居然用水枪，可笑！传我命令，再靠近一点，到达射程后向他们发射催泪弹，同时跟司令部报告，我们将很快拿下181海域的。舰长，右舷船体出现破损，武器库发射讯报，不好，船体损坏严重，即将沉没。什么？怎么可能？不是水炮吗？小魏啊，你这个水炮看起来比海警高档多了。回头记得和他们交流一下啊。看，伯克级慌了。哎，他们穿救生衣干什么呀？你这水炮是好道上来的吗？伯克级驱逐舰被拦腰斩断了。水炮嘛，有啥好道不好道的？我这就是常规水炮啊。那难不成是他自己想不开？可能被水里的杂质喷的吧。杂质？啊，对啊，水炮里的水又不是饮用水，有点杂质，很合理啊。你水里的杂质主要是什么？也没什么，就是加了一半的金刚砂而已。金刚砂？你传统水炮驱离太慢，加金刚砂效率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哦，对了，黄参谋刚刚说的很有道理。一会儿靠岸了，你记得联系海警，装备上这门水炮，后在南海巡逻就有底了。不行，不用，不可以，用你这玩意儿，功德得亏成负数。这哪里是水炮，分明是喷砂机啊！哎，你不就是嫌装金刚砂威力太大吗？没事儿，还可以装硝基盐酸，绝对处理的干干净净。不懂就问，硝基盐酸是什么？科普一下，俗名叫王水，也叫化尸水。我操！要不说魏哥是活阎王呢，老魏家祖先下面木鱼都快敲出火星子了。别队，伯克级被水枪击中，船体破裂，请立即派出快艇接应落水人员。鲁林鱼142栋梁，这里是里根号航母，敌方无视警告向我方开火，这将被我方视为开战信号。里根号航母，这里是鲁林鱼142栋梁，我方已经对你们进行了礼貌劝礼，你方无视警告。哎，算了，你爱咋咋的。命令圣乔治号进入射击部位，舰炮对准那艘该死的渔船。指挥官，这违背了开战规则，对方开火在先。我这就跟国防部报备，一旦接到指令，立刻击沉这艘狗日的民船。居然派了艘抵抗德罗加级来处理我们，那玩意儿的配置，要是动武可不是开玩笑的。放心，我这船不是摆设，除了水枪，我还有别的反制手段啊，比如……我靠，你给这船加了这么多武器模块，你这不是土土的驱逐舰吗？哎，不，我这些炮台啊，都是陆地上的消防设备改装来的，陆炮上舰实属无奈。参谋长，对面2座舰炮都动了，他奶奶的，敢瞄我！远程灭火单位，准备射击。哎，别，对面还没开枪呢。那咋了？不开第一枪是作战准则，又不是我的灭火原则，战火也是火嘛。听我命令，饱和式射击，垂发准备。里根号，这里是圣乔治号，我方遭遇敌方导弹袭击，船体失能，请求退出阵地。什么？立刻识别攻击模式，提供武器参数。根据目视，应该是垂发导弹，型号不明，但对方没有携带战斗部，只发射了干粉灭火器。不管是什么弹，他们既然率先开火，我只要他们死。报告参谋长，青龙战区通报，2分钟前敌舰有多架飞机起飞，包括 F-35C 咆哮者，即将对我方舰队实施打击。青龙战区的支援什么时候到？2号航母群预计半小时后，3号航母群要稍晚。也就是说，我们最少也要坚持半个小时。立刻让金虎突前，寻找敌机信号，务必把导弹拦截下来。首长，金虎虽然有一定防空能力，可对方是 F-35C，恐怕……别这么说嘛，又没到绝境。我这艘船搭载了几部大功率雷达，拥有一定的电磁压制能力。哎，我已经没力气惊讶了。你这雷达功率多大？确定能挡住 F-35C？大于对面所有雷达功率组合。白溪3号，由你突前，我将在你侧后方支援。不要紧张，白溪7号，这是针对一艘民船而已。3分钟，咖啡厅见。Shit！ 我的警报雷达响了，我被火控锁定了。立刻取消任务，你有过我侧翼，我即将回船。该死！他们不是说这是一艘消防船吗？为什么他们会对我们形成电磁优势？那该死的虎牙号呢？不是会替我们护航吗？指挥官阁下，虎牙1号、2号似乎遇到了问题，他们在商船上空盘旋，并且还有俯冲动作。指挥官，我被踢出了西4神经网络，我无法和指挥舰以及 F-35联系，可敌舰却可以和我正常通话。你的意思是，我军最高机密通讯频道在他们眼里连底裤都没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对方让我贴近一点，说要给我看个好东西，情况危急。既然电子战打不过，那就刺刀见红，至少我们船多。可是全面开火的话，国际上我们是不是不好交代啊？啊什么？
只要杀光他们所有人就不会有问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给我进入加密频道。凯文号，你舰从右侧报仇；加拉格尔号，你舰快速机动，不自吸引火力；安提坦号，你舰负责左翼。所有船只一旦看到目标，机炮直接瞄准无需警示，打光所有弹药。收到。抱歉，通讯不清楚，请重复。他说让你负责左翼，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我们。你是谁？立刻表明身份。我是鲁林鱼14栋梁。你手下信号不清楚，我帮他转达一下。完了，一切都完了。指挥官，我们还继续进攻吗？鲁林鱼14栋梁，你方无故对我方伯克级和提康德罗加级开火，造成重大伤亡。我希望得到一个解释。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对你舰的行动只是驱离，没有其他问题，就尽快离开，不要影响我船作业。指挥官，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等待电磁环境好转。指挥官，9点钟方向。看来那就是对方要回收的飞机了，似乎没多少动力了。您的意思是，这个速度和高度，我们手持防空武器就可以够到？这里是鲁林鱼14栋梁，我船即将开展作业，期间我船火控雷达将瞄准附近所有船只，好自为之。你说自己是灭火船，为什么要用火控照我们？我这是提前预防你船即将出现的火灾啊！我都看到你们船上落飞机了，你这分明是航母。那咋了？我这是渔船，落2只鱼鹰，很合理吧？魏教授啊，我们省应急厅对这艘船的性能很满意，现在就达成意向协定，靠港后我们应急厅来接收。亲王阁下，美军似乎很害怕东大。魏先生，我愿意出钱资助这个项目。另外，我不要船，我只是想给归国的科研尽一份力。亲王阁下，白房子来电。不熟，别烦我，我怕东大误会。我是林涛。鲁林鱼独自面对美军20分钟，如今需要返航，我命令舰队以最高规格迎接鲁林鱼返航。鲁林鱼14栋梁，这里是海军东栋梁航母，海域已清空，我舰位于你船后方，将全程执行护航，欢迎回家。鲁林鱼14栋梁，这里是海军研究舰，我舰位于你船侧翼，将全程执行护航，欢迎回家。鲁林鱼14栋梁，这里是海军龙江舰，我舰位于你船侧翼，将全程执行护航，欢迎回家。鲁林鱼14栋梁，我是舰载机J35编队，我编队正在你船上方，空域已清空，欢迎回家。这里是宝州舰，欢迎回家。这里是惠定舰，欢迎回家。这里是鲁江鱼42，欢迎回家。魏教授，吉林战区空军司令员孙畅，欢迎您回家。魏教授，海警总队司令员郭辽代表海警总队欢迎您回家。这位是我海警总队装备部部长，这位是参谋长，这位……停！郭司令，你先等等，你带这么多人过来，想干什么？嘿嘿，干嘛？这艘船的性能这么好，正好符合我们海警需求，我带人提前来验收一下。我代表我战区明确表态啊，海警的同志，请你们把游击筒拿远一点。就是，人家秋雅结婚，你们海警蹦跶的什么事儿啊？嘿，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消防口用得着这种性能的船吗？凭什么用不着啊？你说用不着就用不着啊？那个外贸合同谁负责？不是，你们没人搭理我，我打滴滴回家了。报告首长，首都来电，邀请魏教授立刻回京。报告首长，消防设备国产化替代，现在已经初具成效，我来向你们交差了。我说小魏啊，你消防设备搁哪儿呢？我不是直播测试了吗？您家没无线？你跟我说说，你那些东西哪里有消防的事儿？你胆子不小啊！啊？怎么，我这是要挨处分了？处分？我哪里敢处分你啊？说实话，你小子身上的秘密太多。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人类啊！首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这是要雪藏我？不是雪藏，是保护。你如今风头太盛，所以经上级讨论，一致决定将你的一切资料雪藏，包括你本人。小魏同志，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接受，国家并非抛弃你，而是不愿让你生活在危险当中。你的家人我们已经安置好了，至于你，我们也另有安排，希望你理解。我当什么呢？放心吧，首长，我都懂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只希望以后国家真正强势了，不要忘记我。哎呀，别说的这么悲壮，只是把你单独保护起来，又不是软禁你。期间你想研究任何东西，可以跟黄汉提要求，我会统统满足的。带魏先生去他的住处收拾一下行李。魏先生，请跟我来。老林，我们这样会不会寒了孩子的心啊？哎呀，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目前内部还有不少敌国的间谍，万一被那些人得手，我们将损失一名大将。魏修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们的苦衷的。老伙计啊，老伙计，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当初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用卷入政治斗争中。
可以安安心心做你的小老板。别这么说，没有你，我哪有那么多风光的机会？张部长，你不用心疼这小子，装了这么久，总算你200一回，也算给他个教训。我都要走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哎呀，去，又不是不回来了，说什么好听的？对了，我这次来呢，是应上级要求，带个人来见你。谁啊？怎么，才多久就不记得我了？哎，干嘛？奖励自己多了，奖励傻了。哼！你怎么来了？干嘛？不欢迎吗？不逗你了，我是接到上级命令来送你一程的，好在同时一场嘛。那个小魏啊，没什么事的话就出发吧，免得夜长梦多。接到上级通知，鹰将和脚盆机那边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你干嘛？跟你一起啊，送人，不得给你送到地方。奇怪的女人。你说什么？没啥。哎呦，老赵知道他们所的天才美女就这么被送人了，估计得和我拼命。狗屁！再天才能有未修天才？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说什么国家分配对象，你小子也算是这个政策的头个实际受益人了。我这是在哪儿？行了，真服了你了，你猪都能睡，害得本姑娘还得给你背下车。我们这是在哪儿？跟我来。啊，这是上级专门给你打造的庇护所，里面基础设施包括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你跟我将一同在这里生活。哦，上头还真大方啊！等等，你说啥？你和我共同生活啊？没错。虽然是上级安排，但我一直很崇拜你，所以你不愿意吗？哎，你干嘛？我操，当然不是梦啊！所以你这是……别闹了，国家给分配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呢？怎么了？哎，老婆，你看那边天上像不像2架 F-35C 啊？这里就是那位传奇天才魏修魏教授工作的地方。魏教授就是在这里创造出了如今战机的隐身涂层以及电磁炮等一系列伟大发明。要是魏教授如今还在的话，该死的脚盆机，该死的杂毛鹰！唉，逝者已矣。如今带你们来，不是为了让你们缅怀什么，而是让你们知道，曾经有个和你们一样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双手，为国家、为民族带来了尊严。我相信，你们未来也能够做到。我就说嘛，用你小子当榜样绝对有用，这帮小子跟打了鸡血一样。你也真能折腾。对了，光刻机的项目我这边有进展了，什么时候来验收啊？我操，这么快？你等着，我这就报告林老总。老公，这才是生活呀！切，你就这点出息了。经历了一次生死，现在有你和孩子陪着我，我很知足。